係各位網友，嗱呢條片咧就係講呢個中國啊，對於美國對佢嘅打壓，Donald Trump 嚟緊嘅可能大幅度加關稅，會作出乜嘢嘅反應咧？咁呢條片咧就係牽涉到兩個信息嘅，一個咧就係佢剛啱突然之間宣布調查呢個 NVIDIA 壟斷。我成日都擔心佢會打擊美國喺中國嘅公司，咁我尤其是擔心蘋果同 Tesla。估唔到佢喐呢個 NVIDIA 先喎。我解釋俾你聽佢點解喐 NVIDIA 啊。咁啊，第二咧就係佢有啲地方咧，佢又似乎想同美國修復一啲關係嘅。咁呢個咧就反映咗喺 NBA 嘅事件上邊。咁呢個咧其實係冇咁重要嘅嘢，但係我乘機講講國家市場監督管理局 NVIDIA 涉嫌違反壟斷法，立案調查。點解好難想像咧？就因為咧，你係咪要禁止 NVIDIA 進口，還是罰佢個天咁高嘅數字啊？如果 NVIDIA 唔俾咧，咁就係 NVIDIA 又唔能夠入口喎。咁如果你罰佢個天咁高嘅數字，佢又將呢啲嘢轉嫁咗落去嗰個貨價度咧，對你都係冇着數嘅。其實都係冇着數。咁因為咧，你係唔能夠冇咗 NVIDIA 嗰啲 GPU 啊嘛，呢個係嚇。好啦，立案調查係調查乜嘢咧？市場監管局2020年4月有條件，你知 NVIDIA 佢如果買入，因為佢喺中國係有壟斷性地位，根據全世界法例啊，喺美國、歐盟、中國，如果你收購合併第二間公司咧，要呢啲地方批准嘅。上次 NVIDIA 想買 ARM 咧，就俾人哋否決咗嘅。呢次佢係收購意大利嘅 Mellanox。呢個 Mellanox 係乜嘢咧？係做嗰啲 switches 嘅，係令到嗰啲 server 嗰度咧可以行得快啲，嗰啲連接咧好啲嘅，係世界上領先嘅公司，係用60幾億美金嚟到收購。獲批嗰陣時咧，美國、歐盟咧就批准咗，中國咧就有條件地批准。個條件係乜嘢咧？喂，你要繼續喺中國賣輝達 GPU 啊，同埋 Mellanox 嘅高速網絡互聯設備，唔可以用任何方式進行搭售，即係你唔可以嗱，成日咧就係壟斷嘅6宗罪，其中一樣咧就你要搭埋，逼你要買呢個啊，要依據公平合理無歧視原則，向中國市場供應輝達 GPU 加速器。喂，你唔可以譬如話早一輪有人被罰過嘅高通，就話佢喺中國賣嗰啲CPU 咧賣得貴過外國，咁其實外國都冇乜人買高通啲 CPU，除咗中國，因為啲手機大部分都係中國，可能買啲平嘅國家貴平少少，就罰咗高通幾億美金嘅。呢次你咪預備罰嗱？如果罰咧，呢個 NVIDIA 繼續唔賣啲高階芯片俾你，咁呢個唔合理喎。即係你罰佢，你要佢糾正嘅行為，就係賣高階芯片俾你啊，但係佢又唔可以賣高階芯片俾你，要繼續供應呢幾樣嘢，7個要件，以保護喺中國市場嘅限制競爭。嗱，就係捉佢呢樣嘢。呢啲咁嘅條件啊，係呢個 NVIDIA 係美國公司，如果同美國法例相抵觸咧，你呢啲嘢全部都係無效。而家係美國嘅法例唔準 NVIDIA 供應啊嘛，你明白未啊？好啦，結果 NVIDIA 嘅股價係跌嘅，跌咗4蚊嘅 NVIDIA 受影響啊，跌咗4蚊，呢個就係呢一個。當然你都會懷疑呢個 NVIDIA，如果佢受到佢真係管制嘅話，
NVIDIA 喺中國嗰11% 嘅銷售係咪會受到打擊？如果罰嘅筆天文數字，NVIDIA 係咪俾？即係 NVIDIA 要俾咧，要知道你繼續唔會再罰佢先得喎。如果唔係咧，佢俾你玩到殘咗喎。呢一個咧就係嗰個問題。即係咧，我覺得佢係唔係罰咧，都係次要。佢而家咧就俾個顏色你睇下，俾個顏色你睇。嗱 ，NVIDIA 我都敢整。你估 NVIDIA 係市值第一公司？你估佢敢唔敢整蘋果同 Tesla 咧？整蘋果嘅分別喺邊度咧？蘋果喺中國係有幾百萬人為咗 iPhone 做嘢嘅。如果一喐蘋果咧，呢啲人就可能失業。呢個 Tesla 咧就係代表性同中國 friendly 嘅機構。如果喐 Tesla 咧，就其他嘅外國投資者咧就唔敢嚟。但係喐 NVIDIA 咧 ，NVIDIA 你必須嘅嘢嚟喎。你喐佢咧，你又好尷尬喎。呢個係根據外界推測 ，NVIDIA 喺執行收購相關條件未能合規。呢個係對中國政府對美方禁止 NVIDIA 出口先進 AI 晶片嘅反制措施。我真係想睇下中國係唔係咁嘅 NVIDIA 咧嘅反應就係咁。NVIDIA 咧係憑實力取勝嘅，反映咗我哋嘅基準測試結果，即係我哋跑分乜嘢都贏你，同對客戶嘅價值。客戶可以選擇任何最適合佢哋嘅解決方案，就係我冇逼佢哋買 Mellanox， 我哋努力喺每個地區提供最好嘅產品。嗱，除非法例唔準啦，並且我開展喺任何地區履行我哋嘅承諾。我哋好樂意回答監管機構對我哋嘅任何問題。我就係睇下中國敢唔敢針對 NVIDIA。如果中國針對 NVIDIA 咧，美國政府會作出非常強烈嘅反應。好啦 ，NBA 10月6號宣布將會喺澳門賭場金沙中國達成多年合作，2025年將 NBA 中國賽引入澳門。你知道呢一個係 NBA 有賽前嘅熱身賽，佢就周圍去巡迴表演收錢嘅。而家咧就將中國賽喺澳門舉行，澳門場館。布魯克林籃網隊同鳳凰城太陽隊出年10月10號同12號喺威尼斯人綜藝館進行2場季前賽。籃網隊係由蔡崇信擁有嘅，唔怪得咁容易搞啦。蔡崇信2024年2月表示已經脫離咗莫雷事件嘅影響啦。結果咧，同金沙簽咗個為期5年嘅協議，未來每年都會喺澳門舉行2場嘅 NBA 5年協議，即係10場。喺季前賽舉行前呢， NBA 將會10月7號熱身喺澳門舉行名人賽，帶翻嗰啲退休嘅名人翻嚟作為暖場。呢個係澳門第2次辦 NBA 啦。第一次2007年，當時騎士同魔術隊喺澳門交手。好啦，再講翻個恩怨情仇啦。2019年，時任火箭隊總經理嘅莫雷喺 Twitter 發文，呢個就係香港反送中嘅時間，反送中嘅時候 ，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 嘅推文。哇！呢個大鑊啦！中國央視體育頻道2019年10月8號。4日後，立即暫停 NBA 季前賽，並排查涉及 NBA 嘅一切合作交流。NBA 總裁 Silver 當時公開發言支持莫雷嘅言論自由。佢話：如果呢個係堅持價值觀嘅後果，我哋認為堅持呢啲價值觀好重要。當時表面似乎好硬咁，但係咧，你睇下損失嘅錢咧，你就知幾大鑊。中國咧就認為任何挑戰國家主權同社會穩定嘅言論唔係屬於言論自由，
要求 NBA 道歉。嗱，莫雷而家離咗職啊，莫雷已經離咗職。中國好多間企業，包括李寧啊、上海浦東發展銀行都切斷同火箭隊嘅合作。騰訊體育暫停火箭隊比賽轉播。嗱，大家睇下呢個暫停中國廣播電視台暫停 NBA 賽事比賽。中國籃協主席姚明立即宣布切斷同火箭隊嘅一切合作。火箭隊嘅商品喺鋪頭同網上都冇辦法賣。當時進行季前賽嘅球隊禁止受媒體採訪，比賽如期進行，但冇電視轉播。NBA 嘅回應令到中國政府同美國政界人士兩邊都不滿，兩邊不討好。但係肖華不管經濟壓力，堅持捍衛莫雷嘅言論自由。美國兩會議員發出信函，叫 NBA 停止同中國嘅關係。但肖華咧認為咧呢個唔係辦法，係要傾嘅，呢啲嘢係傾嘅。NBA 中國賽始於2004年，當時喺上海同北京舉行，由姚明效力嘅火箭隊出戰國王隊。2007年至2019年 NBA 係每年喺中國都舉辦季前賽。2011年有時唔搞，17、18年嗱，中國咧好多人中意睇籃球喎，原來我都唔知喎，好興嘅喎，因為中國嘅籃球咧似乎唔錯嘅，民間喺中國嘅 NBA 收視咧6億人。NBA 喺中國市場有巨大嘅影響力，而 NBA 同騰訊啊達成咗價值15億美金嘅轉播協議，我諗係好多年嘅，唔係一年，成為 NBA 喺中國嘅主要廣播平台。喺莫雷事件之前 ，NBA 中國已經有30年，係有龐大嘅商業價值。佢話莫雷推文造成嘅損失可能達4億美金，一年咧就幾億美金啦，淨係轉播到就仲加唔計嗰個，仲加唔呢個係轉播費用嚇，唔計個中國賽嗰啲球隊嘅收入，同埋賣波衫啊賣嗰啲嘢嘅收入。中國好多間企業同 NBA 嘅贊助合作終止咗同 NBA 贊助合作。李寧、上海浦東銀行啦。2020年啦 ，NBA 咧就請咗個華裔嘅馬曉飛做中國業務執行官，同中國傾恢復關係。2020嘅疫情啦 ，NBA 咧全明星賽週末打咗 Stay Strong 烏克蘭，表示支持中國。2022年疫情解決，中國央視恢復咗 NBA， 呢個最重要嘅，因為呢筆錢係最大嘅。2024年籃網嘅老闆呢個蔡崇信喺澳門會議上表現，雙方已經擺脫咗莫雷事件嘅影響啦，關係良好。莫雷辭咗職，呢個 NBA 球星多次訪問中國，拉翻同中國嘅關係。華爾街日報話，代表 NBA 同中國朝着和解邁出謹慎嘅一步，可能咧用呢種嘅方式咧，外國企業咧可以修復同中國關係嘅。品牌顧問話，選擇澳門舉辦係一個試驗，因為澳門始終唔係中國啊。咁喺澳門得啦，喺北京、上海得唔得呢？如果成功就可以去中國其他地區啦。喺2019年嗰陣時鬧交嗰陣時咧，蔡崇信曾經喺 NBA 同中國官員之間調解嘅。2022年中國電視台恢復咗 NBA 比賽嘅定期轉播。2023年陸續有 NBA 球星訪問中國，好受歡迎，好受歡迎。NBA 喺中國有幾億籃球迷，好多球迷睇 NBA 唔睇 CBA， 國內中國嗰啲籃球唔好睇嘅。嗱，呢個就其中點解各地嗰啲球賽越嚟越差，因為咧個轉播越嚟越方便咧。我哋睇開國際球賽咧，就覺得當地嘅球賽嘅水準咧唔好睇。NBA 同中國和解，表示中國係想同外國企業打好啲關係啊。如果你係努力同北京建立關係咧，
佢哋要俾一啲益處你，以免呢就係氹多啲企業嚟中國。好啦，我哋睇睇 NBA 嘅價值，你就知幾緊要。即係美國咧就有三種賽事，一個 baseball 咧多數年輕啲嘅人睇，然後咧就係 NBA 同埋美國足球American football。哇 Super Bowl 梗係犀利，你大家睇下 NBA 值幾錢？2024年7月同迪士尼3家媒體全球轉播協議冇公佈，估計760億美金。轉播體育賽事係 cable 最重要嘅一樣嘢。2025至26直至10年，每年70億美金，一年70億美金啊！犀唔犀利啊？600億個轉播權。廣告收入嗱，將個轉播權買出去呢，個賽程中間嘅廣告呢，就係個轉播商噶咯。好啦，但係仲有啲嘢咧係你嘅，個球館嘅名啦、場邊廣告啦，呢個係球隊嘅收入。佢打一場波呢個 NBA 球館嘅廣告費用呢，廣告牌呢係6至9萬。好啦，仲有啦，賣飛啦。NBA 球館呢唔係好大嘅啫，呢個籃球場唔係好大，你坐得好近嘅，等你睇到。一般1至2萬人，賽季門票價錢53蚊到啦，一場比賽就過百萬一個賽季係有5億收入喎，哇都好緊張，5億收入，然後加埋轉播費用又分啦，廣告又分啦，呢個係周邊產品收入，好似賣紀念品啦、賣球衣啦，呢啲係球隊所得，淨係球衣呢，就帶嚟930萬美金嘅收入。入選2024富比斯前10名嘅3位 NBA 居里，一年估計賺1億美金，1.1億，呢個就最犀利啦。LeBron James 1.28億，賺10億嘅。呢個係邊個運動員賺最多錢呢？咁樣好多時咧都係打高爾夫球嘅，因為高爾夫球嗰啲人都好有錢。籃球係 American Soccer 可能係，呢個英式足球可能係呢幾樣嘢。賽車係好多錢嘅，嗰啲運動員係咁就大家知道呢個，我順便講呢個 NBA。咁究竟中國喺美國如果加關稅之後可以點樣反擊呢？我哋翹首以待。好啦，嗱，呢咖啡好好飲㗎，我哋台灣先至識得飲，每日飲3杯以上嘅，係對個健康好有益。呢個哥倫比亞 Pukaqaqa 出名嘅樂園水洗咖啡，咖啡豆200克212蚊，咖啡掛耳包102蚊。有6包，如果你冇磨豆機呢，就可以去野田嗰度磨嘅，佢幫你磨嘅，你帶埋個包裝去就得噶啦。軒尼詩店或者新界大圍，好嘛？多謝大家多多支持。2025賀年糕點優惠，11月29到12月31號。2025年靈蛇獻瑞賀新春，俏貓貓繼續為大家帶嚟傳統嘅新年糕點。今年有4款賀年糕點，當然有一家大細都中意食嘅瑤煮蝦米蘿蔔糕啦，係用大煮系列嘅臘腸，再配上生晒蝦米同埋及時令嘅大蘿蔔，無論蒸或者煎都係咁好食。原價148蚊，優惠價118蚊。第二款臘味芋頭煲係採用大煮系列嘅臘腸加揀手嘅芋頭，芋頭係粒狀嘅，加埋臘味特別有咬口。原價138蚊，優惠價108蚊。第三款介紹嘅係半糖馬蹄糕，半糖馬蹄做糕點非常有名，仲可以清熱化痰。我哋咧用多啲功夫，我哋係將啲馬蹄切成條狀擺入去嘅，食落去有清甜嘅效果。原價108，優惠價88啫。最後係椰汁年糕，用馬來西亞椰汁，椰汁飄香撲鼻，質感
軟綿煙韌，原價108蚊，優惠價88蚊。全部糕點都係750 gram，香港製造。為咗多謝大家對俏貓貓嘅支持，凡係購買滿2盒賀年糕點，送淘大蒸魚豉油500毫升2支，加頭片生抽150毫升1支，或者送百依百順液態洗衣皂除菌劑600毫升1支，價值38蚊。新年前咧大掃除清潔洗衣機就啱啦。買任何3盒賀年糕點咧都可以送大煮系列嘅招牌手打蝦子麵600克，有粗麵幼麵，一盒價值110蚊。濃濃嘅蝦子配上彈牙嘅麵質，簡直非常之好食，仲要冇鹼水味添啊！數量有限，送完即止，優惠期由11月29號到10月31號。幾時攞貨啊？2025年1月17號到27號，要自己去鋪頭攞嘅，係唔可以送貨嘅，因為 keep 住啲糕新鮮。